今天啊也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啊，我来讲一讲我跟法轮功之间的事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一共做过4期批评法轮功的节目啊。然后有好事者呢，就每天到我这播放列表上去翻，翻着翻着他就发现啊，最近我把2期法轮功的节目啊给下架了。于是很多人就在这传呐，说我啊那2期节目为什么下架呢？那就肯定说明我当时批评法轮功的这期节目啊，充满了谣言和重伤。结果呢，在法轮功的坚决斗争之下啊，我心虚了，怂了，于是呢就把这期节目下架了。所以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奔走相告啊，弹冠相庆啊，因为我现在是海外跟法轮功斗争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那你想想，法轮功把我斗败了，那不是说明大法帝国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吗？嘿嘿，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我为什么要下架这2期节目，以及最近一段时期啊，我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啊，跟法轮功进行着一场秘密斗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话说呢，我一共做过4期批评法轮功的节目，这期节目都充满了非常扎实的证据啊，批评的也都是有理有利有节呀，对法轮功这个大法帝国啊、邪教团伙也构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啊。虽然它现在还没有毁灭，但是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些人就说，王局，其实你揭露李洪志，你也没揭露出什么就特别邪恶的地方嘛，无非就是说他喝可乐、打扑克，最严重的也就표摸那些神韵歌舞团的女演员，让他们去嫁给那些老师，这看起来也没多邪恶啊，跟共产党比起来不算邪恶啊。但其实大家可能都理解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群体啊，它是有个活的这么一个佛爷，这佛爷是谁呢？就是李洪志啊。他之所以是佛啊，他之所以是个神仙呐，他就是不能有错误的，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他本人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他一旦要是有七情六欲啊，他就不是神仙了。你想想，喝可乐、打扑克这种东西啊，都是我们正常人的业余爱好。但是是一个神，你想想一个神仙，他能打扑克、喝可乐吗？然后吃鱼香肉丝，然后吃麻辣烫？不可能，对不对？如果他是有这个人间的世俗的欲望，他就不是神仙了。你想想，咱举个最简单的，神正在普度众生呢，突然放一个屁，你想想，这什么效果？那估计那被普度众生的那些人肯定都会崩醒了，对不对？他打个嗝，是吧？那就神就不是神了，他就变成人了，对吧？所以就神本身他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但是我当时批评大法帝国这几期节目最重要最致命的打击，就是把李洪志从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神还原成了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且还是个粗人。你想想，这个对大法帝国那构成的打击那是毁灭性的。那些所有的大法弟子过去都说师父说的一切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没想到呢，师父把光年叫成了一个时间的单位，不是空间的单位，是不是？那明显是错的嘛。那你看所有的法轮功的那些弟子，他不知道怎么解释。那师傅都说了，是吧？那个光年是时间单位，但是明明全世界都把这个光年当空间单位，那你想想距离单位是怎么解释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对于神来说，他就是不能犯错误，不能有七情六欲。当把这一切的错误都摆出来之后啊，就戳破了李洪志、李大师、李扑克他是一个神的这种所谓的神话。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对大法帝国的这个整个这个震动啊是极其强烈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就聚集了一批所有的人来对我进行攻击嘛。因为你想，我又不是大法弟子，他对我来说猛喝再猛喝棒喝都没有用，我又不是于超，我又不是肖明，对不对？你对我棒喝猛喝有什么用啊？在我看来都是普通的吆喝，就跟那街上卖货的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就纠集这大法帝国下面所有的法轮功媒体的方阵，对我进行发起进攻。大家都知道，就去年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啊，所有法轮功的媒体倾巢出动啊，对我进行攻击，又是文字报纸啊，法轮功的报纸说我是中共的特务，法轮功的电视台对我进行深入揭批，法轮功所有的那些自媒体啊都做节目批判我，说我是中共的特务。我89年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就已经加入了中共的秘密组织、国安组织，就开始破坏当时的民主运动。然后现在呢，潜伏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到了海外，开始秘密的替中共卖命，然后怎么样，说了
天方夜谭一样。在日本还找了一个拉皮条的人揭露我在日本怎么样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杀伤力。你想，他讲的那些话，都是看起来让人觉得哈哈一乐，像个相声一样的。而且我过去我也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是大外宣，说我是中共特务，你说呗，对吧？你说我是中共特务怎么样？关键是我说李洪志打扑克、喝可乐是不是真的呀？师傅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打牌、打扑克，一直要打到后半夜，然后陪着他打扑克的都是那些神韵的重要管理人员，心腹才能那个打扑克。师傅有自己的一个打扑克的圈子，师母呢也有一个打扑克的圈子。飘模那些这个神韵女演员是不是真的呀？你不管我本身是个什么身份，你回答这些问题啊，我的这些问题都是于超讲的。于超是跟着李洪志在那个龙泉寺里头混了很久的大法的核心弟子啊。就算我是中共的特务，我讲出这些话来，你不也对李洪志来说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吗？所以我根本不在意。那么他们对我这一轮疯狂进攻之后啊，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呢，他们就采取了第二种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开始举报我。话说我当时批评法轮功那些节目，都引用过一些法轮功的画面。你想啊，我批评他嘛，我总要让大家知道这法轮功是怎么练功的，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那神韵歌舞团是怎么跳舞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节目中间引用了一些他们的片段。于是呢，他们就开始举报我。举报什么呢？举报我的版权。版权这东西啊，在 YouTube 啊是管理很严的啊。就是如果你引用一段视频也好，或者音乐也好，如果你没有版权 ，YouTube 呢有两种方法，一种现在是大数据自动来匹配，你没有版权文件，就把你这一期节目所有的收入都给对方，这个非常非常严格啊。我们过去也经历过，你比如说我们做新闻，总要引述一些画面啊，或者说一些内容嘛。你比如说当年做胡锦涛被那个20大的时候嫁出去了，那个画面呢是一个外国通讯社拍摄到的。但是我们做这期节目啊，一般的自媒体，有的人他就为了版权，回避风险，他就不引用这段画面了。但是我们当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觉得还是应该引用这段画面啊。引用的结果就是对方人家提出版权异议了。那么 YouTube 的做法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所有的收入都给对方。其实我们那期节目的收入挺高的啊，都给对方了嘛，都给对方我们也认，这就是 YouTube 的版权规则嘛。但是我们认为属于合理使用，但是如果 YouTube 认为不是合理使用的话，那么我们也接受这个结果啊。但是法轮功对我的版权这个举报啊，他不是为了钱，他想要我的命。因为他当时啊，我们有一期节目中间，我们就引用了20秒法轮功练功的这个镜头。就法轮功怎么练功是吧？宇宙的甘霖是吧？是，我不太懂，对吧？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怎么练法轮功嘛，邪教嘛，怎么个邪嘛，对不对？是吧？我们就引用了这20秒，结果法轮功就举报我们。他举报我们呢，他不是为了要钱，他想要我们的命啊！他就说我们触犯了版权规则，要求我们把这节目下架。YouTube 上还有一个版权方面的规定啊，说你要是如果进入到版权警示这么一个级别之后呢，那么你90天之内如果接受过3次版权警示，你这个频道就要关门了，就不能再这个盈利了。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种方式，希望把我这个频道给关门了。所以先搞了一个版权警示啊。这版权警示来了之后，我们就研究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完全属于合理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方的这个版权机构啊，它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它本身就不是以商业为目的的，而且它这个画面4分钟练功的镜头啊，在 YouTube 上播放啊，它也不是商业利益。那你保护版权保护什么？版权本身它是一个商业价值嘛。如果你自己都放弃了商业利益，那你版权保护理由何在啊？这第一点。第二点。YouTube 对这个合理使用中间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定义的。这定义的内容怎么讲的呢？就是说你赋予了这一段你引用视频的新的含义和新的使命，那我们觉得，那我们肯定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因为他的那个4分钟的练功视频呢，是在教授一般的人怎么练法轮功。那你想想，我们节目引用了这20秒啊，我们是在教授大家怎么练法轮功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我们是让大家看这邪教团伙啊，他们怎么个邪门法，他们怎么练功，怎么用一种邪门的方式练功，对不对？
跟它原始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要批评它，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邪教团伙怎么个练功法，应该说是赋予了新的含义嘛，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的这个传播不影响它原先的传播，它那个频道过去也没什么人看，本身并不是因为说我们引用了这20秒了，导致它这4分钟的视频都没人看了，不是这样的。它本身的那个节目就没什么人看，当然我们引用之后还给它增加了播放量呢，那你怎么能说我们妨碍了它的传播呢？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引用它这20秒完全符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合理使用，因为在版权保护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条款，就是基于公共利益。因为新闻报道你是公共利益嘛，你有合理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提交这样的一个异议。结果呢，我们在提交这个异议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YouTube 规定，你如果在这个版权警示这个环节中间提交异议的话，就等于自动进入到了美国的诉讼程序，你就必须提交你提交人的住址、电话，以及你这个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的地址、联系方式、电话等等，法人代表的联系方式、电话等等。那你想想，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把这所有的个人信息和公司信息全部交给法轮功。那对我们来说压力比较大。我们在美国想找人递交这封异议信的时候啊，对方的压力也很大呀，因为你想法轮功这个邪教团伙，它遍及全世界啊，这组织还是很极端的。那么我们都担心这帮极端组织要是知道了我们的联系方式，知道了我们的住址，那他过来搞一些事情嘛。所以后来我们思前想后，决定啊，我们不提交异议了。为什么呢？因为 YouTube 的这个版权警示，它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上一个它的版权课堂，上几门课，上完课之后呢，你做一个题，答对了，那么这个版权警示在90天之后就自动失效了，就有点类似于你开车的那个违章的积分，到1年的时候，它自动就清零了。我们就想啊，我们不跟法轮功折腾了，因为你要到诉讼程序里头，你打官司，打官司还要花钱，对吧？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打官司你随便请个律师，还不得花个几万美金吗？我们干脆我们就上一个版权的这个课，然后呢，我们等待90天，这样的话呢，这事儿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当时就采取了这个方式。结果没想到今年的3月初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一个版权警示，这个版权警示还是来自于法轮功的。那天说实在的，接到这个版权警示的，把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2批的版权警示实际上是2个视频一起来的，一共90天之内就只有3个指标。你想想，这一下子来俩，他给我算成一批啊！如果要是给我单独算的话，我们的频道已经关门了。他给我算成一批的话，那么我在90天之内，如果再有一个，我也就关门了。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版权警示的时候，我确实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要说那个版权警示的内容就更可笑了啊！什么内容呢？大家都知道Twitter 上有一个人叫金剪刀啊，这金剪刀平时喜欢剪一些鬼畜视频，就是比较热门的话题过程中间，他把这个视频拿过来剪成互相之间这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他那时候因为我这批评法轮功嘛，他就在 YouTube 上找到了李洪志李大师李扑克早年一些讲法的视频。因为李大师早年的时候啊，信口开河惯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啊，所以很多话讲的时候啊，实际上匪夷所思，我估计他自己现在都不好意思干。你比如说，他说他父母就是他自己创造的，那你想想，他父母是他自己创造的，那他没创造他父母之前，他是从哪来的呢？对吧？这话你正常人你想，这肯定是有这疑问，对不对？但李大师当时李扑克就这么讲，那于是呢，这金剪刀啊就把李大师的这些非常荒唐的话跟郭文贵剪在了一起。这个金，我的娘嘞！这就是文贵说的隔空取钱。这人都不会死，我都不会好死的，你放心，那都是神经有问题的人，连痔疮都不配。郭文贵出现以后，法轮功没任何希望。李洪志先生根本不是什么大师，你个大傻子！我当时看完之后哈哈大笑啊，因为我觉得跟邪教斗争有的时候不仅仅要讲道理，有的时候要归谬，有的时候要用这种方式啊，就把他那种可笑荒诞性直接呈现出来，像小品一样啊，比赵本山的小品还精彩啊。所以那个对那个邪教团伙的那个普通信众的那
那个精神控制的瓦解，那是非常具有效果的啊。我当时就征求了金讲道的意见，我说你这个视频我能不能放到我的频道播一下？他说可以，王局你拿去播吧。于是呢，我就把这个视频呢放到我的频道播了。播的过程中我也没开盈利，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意义、好玩儿。哎，2期节目一起在我们频道放的，结果呢又被他们法轮功给举报了。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更属于合理使用了。你李大师自己讲经的镜头，你自己讲经的镜头，这谁呀？这是不是有李大师给我打电话来了？看着这怪吓人的，不能接呀，这不能接，不能接，发功了，又发功了啊！我一讲法轮功的节目，中间就是有状况，这神了，你知道吧？结果那期节目上线之后，他又举报说，让我们理解，李扑克你自己讲经的镜头，你都不能让我们再引用吗？这显然是属于合理引用啊。虽然说你自己讲的很荒唐，在今天看来，你把光年当成时间概念，因为你文化水平低嘛，对不对？但是呢，毕竟是你自己讲的话呀，那视频就是你的呀，还不能让人引用了吗？不行，他又举报我，他一举报我，当时啊，我前一个那个被举报的视频呢，还挂在那儿呢，90天没到呢。所以这样的话，我如果再有一个版权警报的话，那我肯定就完蛋了，我这频道就关门了。但你想想，我们不用想都知道这法轮功群体在拼命的在举报我，所以那时候我紧张了，我赶紧把我那法轮功那2期节目给下架了。我让他们想举报举报不了，我得熬到我第1期版权警报，就是在过了90天之后，那我至少他还不至于再有一个我这频道就关门嘛，对吧？那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3月24号。所以从3月初啊，我接到第2批版权警告，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很老实，我把那个悄悄咪咪下架了。我要熬到3月24号，我才能再次涉及到法轮功的话题，或者说把我那节目重新上架，因为我就是防止法轮功他对我采取这样一种盘外招啊、邪门的招数、邪教的招数啊，想把我搞死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情况下把这2期节目给下架了。这就是我最近一段时期啊，跟法轮功啊，在这个看不见的战线上明争暗斗的故事啊。但说到心里话，我觉得法轮功对我采取这种方式，我也理解，他就想搞死我嘛，他就想把我这个频道搞得不能盈利嘛。那这样的话呢，把我打击了，于是呢，我就没有办法，我忌惮他们，我就不敢再对法轮功群体提出继续的批评了嘛。这是他们的目标嘛。但是我想说，他们这是痴心妄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版权警示就是90天就过期嘛。我现在那个第1期已经过期了，过期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继续做法轮功的节目了。当然，我们今天不算，我这只算讲故事啊。跟法轮功这个邪教团伙的斗争啊，是长期的，但是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有把法轮功这样的一个邪教团伙的这个邪性啊，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让华人群体都知道。那么呢，这个邪教团伙本身呢，对这个整个中国人这个思想控制啊，才会解除啊。那么这个过程中间，我是一定会继续来做的。那么我怎么做呢？那我现在就想好了，我每隔90天，我做一期对法轮功群体的批评的节目。这样的话，即便他举报我，那么实际上就算他举报成功了，那我也只有1个名额。我不至于在他举报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关门。这第1点。第2点呢，这 YouTube 啊，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这个，合理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那天就是第2期节目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的经理讲，我说你们这不对，这就是属于合理使用，你们自己应该有一个标准，这就属于合理使用。他们就是反馈去了，反馈完之后说1个月以后给我回复啊。但是现在一看来啊，这个法轮功对 YouTube 的影响也比较大，我也不能指望 YouTube 了，我就必须自己做好这样的一个坚壁清野。这个坚壁清野就是我每90天，我做一期这反法轮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这样的话，他即便是疯狂举报我，那我们也不至于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他采取这种盘外招啊，对我们呢导致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啊。因为是对敌斗争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呢，你还要首先保护好自己，才能跟法轮功邪教团伙在斗争过程中间立于不败之地啊。所以你看到了吗？
其实法轮功这个团伙啊，它确确实实战斗力比较强，他们自己有非常强大的组织啊，而且呢，它咬人的过程中它也不声张啊，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我觉得你不能轻敌。如果你要是掉以轻心的话，真要是把我们这频道搞掉了，那对整个反法轮功、反邪教的这个事业来说，真的是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啊！所以我今天也要跟李大师李扑克讲，我觉得啊，你虽然说组织了这么多对我的进攻啊，差一点也成功了啊，但是呢，你就是会差一点，你再发功也没有用，你再发功，你再这个做法，你捧喝、棒喝、这个吆喝啊，什么喝，是不是？其实呢，你也不可能把我们搞倒，为什么呢？就是叫邪不压正，你这个邪教啊，你对人那个大脑的控制啊，你对这个普通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的控制啊，终究无法战胜的是普世价值和普通人的正常的基本的判断力。这就是啊，你们这个邪教团伙啊最重要的短板。我们为什么坚信，其实在跟你们批评的过程中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不造谣啊，我们不说中国一场疫情就死4亿人呢，那怎么死的那些人呢？对吧？你解释啊，你不用再天天跟我说，跟我发功，然后说我是特务，对吧？你解释不了，你所有的法轮功的媒体，你都没办法面对这样一个非常荒唐的数字。所以啊，你就再采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也无法避免你这整个大法帝国必经终将走向覆亡的一个结果。因为你们是反智的、反常识的、反基本的人的常识的。这是我送给李大师的一句话：没事好好回家喝可乐去吧，好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李扑克李大师，刚才又给我发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打牌、打扑克，一直要打到后半夜。师傅有自己的一个打牌、打扑克的那个圈子。师母呢也有一个打扑克的圈子，你作为一个打牌成瘾的这么一个师傅，你就不要那个就是说成怎么慈悲众生。那为了把这些演员，并非修炼人的演员留在那儿，然后就把这个女演员，哎，这个指定给你，这给你当太太，就是指定婚姻，很多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尽可能使劲的骂王志安，也不提王志安他到底说了什么，只是起底王志安的黑历史。他们行动如此一致，一定是宇宙主佛法旨已经传达到他们了，这就是宇宙主佛定的调子，就是不许提于超，只骂王志安，毁灭他的人设。从现在这个整个法轮功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啊，他们自己不是已经成为他们以前反对的人了吗？